我一直很好奇，国内的快餐为什么可以发展的比国外还好？你就看这个牛堡，它做成了这个样子，它怎么可以不好吃？我是多久没有来过春熙路了？真的很恐怖这个地方。我最近有了回国定居的想法，并且早就想做一件事儿，就是把肯德基、麦当劳、汉堡王这御三家买回来对比一下，毕竟他们和我的温饱息息相关。好多人哦。首先来试一下御三家的牛肉汉堡，其实闻起来都很香。先来肯德基的新品，最近新上市的黑金脆薯芝士厚牛堡，它这个应该是肯德基的首款脆薯牛堡。我打开盖子的一瞬间 ，BGM 就应该换一下了，它像一颗篮球。它的面包胚是黄油面包，就像你路过面包店的那个味道。它这个脆薯金黄酥脆，这次的牛肉饼非常的厚实，而且还是一如既往的多汁，用料能看出特别的足。之前网上有说肯德基用的并不是100%的纯牛肉，但其实作为它的忠实食客，他家确实用的都是真的牛肉。而且这么大一个品牌，应该不会做砸自己招牌的事儿。我还想重点表扬一下这次用的酱，这次换成了黑松露风味酱，就是打开之后那个浓郁的菌香扑鼻，吃起来是一股淡淡的甜味和坚果香。在日本大概是人均300块的牛堡才会用这个酱，特别是当黑松露风味酱和牛肉加脆薯嚼在一起的时候，就会发现这一次的牛堡口感之丰富，非常高级。超级波芝芝也很好吃，这次。接着是麦当劳的牛堡，就是比较传统的味道，还是很好吃。但是作为他们家的普通牛堡，汁水没有那么足，不过鲜味感比较强。汉堡王的牛堡是御三家里面牛味最重的，牛肉饼特别的扎实，吃起来饱腹感巨强。不是你们每天在国内的快餐都吃这么好吗？再这是下他们的薯条，肯德基和麦当劳都是比较细的薯条，就是放久了会软。土豆味虽然都很浓，但是还是比不上汉堡王的。汉堡王的粗薯条那可太好吃了。土豆这种东西就感觉还是粗粗的会比较过瘾。最后就是三家的炸鸡，我一直觉得汉堡王的炸鸡粉感有点重，如果不是现炸的会有一点点腻。肯德基的辣翅是有一点点微辣，表皮像有鳞片一样，很香，吃起来外酥里嫩。麦当劳的辣翅就是特别够劲儿，特别的辣，很对我这种四川人的胃口。我平时真的可以吃一桶，反正萝卜白菜各有所爱，大家喜欢哪个冲哪个。所以说啊，为什么国外的快餐不学一下肯德基的汉堡？无论是口感还是味道，都更适合中国宝宝的体质。阿基推荐指数8分，干呀！听说在日本有一种鱼叫做幻之鱼，但怎么又换了？好像是因为见过它的人很少，吃过它的人更少，所以我又去查了一下，日本这么大的海域，能捕到它的地方却只有那几个。离我最近的那个点都在伊豆，一个三面环海的半岛的最南部。哇，去的路上感觉瞬间快到夏天了，又到了吃海鲜的季节。我们开了6个小时才到，如果不好吃我就去跳海。这个店是一个海边的小别墅，如果要吃这种幻之鱼的话，还要提前几天预定，因为店长才会出海捕鱼，所以自然价格也很感人。是不是食材越高级，菜单越简单呀？哇，就是这一锅了。可惜我们只能点这么多了，因为它是限量的。在开始料理之前，还跟我们讲这个鱼的来龙去脉和料理它的方法。这个鱼肉看起来很奇怪，感觉一点都不像是鱼的肉。煮好了之后，鱼骨里面还有很多的油。老板说这种鱼油特别的珍贵，蘸一点酱料我们就来吧。这个肉吃起来特别的紧实，它肌肉和脂肪的比例很特别，和别的海鱼完全不一样，嚼起来的感觉像是在嚼鸡肉，但是海鱼那种独特的鲜美又很强烈。哇，只能说很值得一试这个味道。吃了这个之后，我们又追加了一份海鲜冬，这里面的刺身都是刚才从海里钓起来的。好的，我觉得我不用去跳海了。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卡玩意儿。在日本的广岛有这么一座岛，它曾经从地图上被抹消掉，因为这里曾经是一个毒气瓦斯的实验基地，但在2战结束之后，人们也就离开了这个岛。然而他们在走的时候，并没有把所有东西都带走，而是留了8只兔子在岛上。然后大家都知道，兔子的生育能力是很恐怖的，所以很快30年过去之后，这个岛现在已经变成了广岛一个很有名的景点——兔子岛。现在这儿已经挤满了上千只兔子。要去这个地方的话，必须得先坐JR路到中海港这个站，然后坐轮船才能过去。记得在码头的时候买一点兔子的零食，虽然上岛都是免费，但仍然是有人在管理这个地方的，所以兔子还是很干净的。但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上岛之后就很饿。我可没说哈，也不知道野生的兔子是什么味道。但是不管你在想什么，岛上面的兔子是不能抱走的，也不能把别的兔子带到这个岛上放生。你们看这只兔子多可爱，我们就给它取名叫 Yuki 酱吧。但可惜还没有煮熟。Yuki 酱就开个玩笑，这是牛肉。兔子岛上面现在除了很多的遗迹，现在还有了很多的博物馆和温泉旅馆，所以现在已经吸引了很多的游客过来玩。它也不再是那个以前被地图上抹去的地方了。有没有感觉这个地方好适合情侣来啊？推荐大家早上的时候来，因为早上的兔子是最活泼的，还可以自己带一些胡萝卜和包菜，但是记得对小兔子温柔一点哦。好啦，阿基推荐指数9.5分，特别可爱，卡玩意儿。东京大学的食堂居然是这个样子的。每年的3月份呀，就是东大的毕业季。今天有一个东大的博士姐妹总算毕业了，所以我们今天也能有幸看看东大的食堂是什么样子。其实光进东大这个赤门就非常的困难，进来之后感觉这种亚洲扛把子学校好像是不太一样。这个是他们的教学楼，这个是学生自己研发的一些商品，还对外销售。然后再往旁边走就是食堂了，里面的景色和外面真的差别很大，有没有一种特工局的感觉？再来看看菜品，这个价格是着实有点惊人，大概40多块就可以买到个很丰盛的套餐。据说每天的菜单还有营养师把控，我简单的买了一大份，感觉非常爽啊，才60块不到。但是东大食堂有一个非常变态的规矩，就是在吃饭的时候是不能说话的，怪不得这么
么安静。好啦，吃完饭就要去见我们的姐妹了，还是赶紧收拾一下形象，因为今天早上走得太急了，所以都没时间洗头。好啦，姐妹终于来了，接下来就是疯狂的拍照了。所以这样的东大你们可以给多少分？卡玩意儿，这可能是我在日本看过最爽的日出了。这个温泉不是很远，就在富士山的旁边，但为了泡这个日出温泉，我们也是够折腾的。凌晨3点我们就开车出发了，到了之后凌晨5点应该不可能有人排队吧？啊，果然日本人喜欢排队，不是吹的。请问5点钟大家都不睡觉的吗？所以我们赶紧也去买了2张票，虽然还没有开门，但是工作人员说到中午的票已经全部卖完了。终于轮到我们进场了，这里的第一波游客都冲得很快，都想抢一个好位置看日出。现在的天还没有完全亮，但是隐隐约约的阳光已经很美了。这是一个天然的碳酸温泉，所以你人进去的时候会全身冒泡泡，还有点爽。不过可惜这里并不是一个会女孩子的池子在旁边，就像这样望着富士山，看着清晨的低语阳光，慢慢的从温泉边爬到自己的脖子上，真的是一种很奇妙的体验。而且泡完之后出来就可以直接吃早餐，这早餐加温泉总共才花了80多块钱，我怎么感觉比那种温泉旅馆还要爽？还有就是泡完温泉出来之后吃什么都很香，喝一碗暖暖的味增汤，再就着香喷喷的炖猪肉干一碗饭。如果你还吃得下的话，再传统的来一杯冰牛奶。虽然3点钟就起来了，有点折腾，但如果都是这样的体验的话，我还是很愿意的。所以啊，你会带上你喜欢的人来这儿吗？阿基推荐指数10分，太爱了。嘎玩意儿，我发现日本人的欲望真的太低了。以前我一直以为他们是不想消费，现在我才知道他们是真的穷。就拿我的朋友石井来说吧，和我一样住在东京，日本的首都，刚毕业1个月工资大概13000，扣完年金社保到手差不多1万块，然后扣完房租水电气话费之后还剩5000，所以这剩下的4、5000还要拿来吃饭和社交。就你跟日本人别说存钱了，就连花在自己爱好上面的钱都很少，去一次居酒屋就要花300，理一次发就要花200，吃个寿司还要花个300-400。所以我周围的日本人大部分都是月光。然后我就发现这和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差很多。我反正是每个月工资到账之后，都会先取几千块钱出来存着，然后再是别的花销。多少存款决定了多少的安全感。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我的日本朋友看了我的存款，他们甚至都不信。其实存钱的意识从大学就开始了，刚开始的时候我还在盲目的跟风基金定投，然后真的是亏爽了，不过还好坚持下来了。现在闲钱多了，投入也多了。不过还是要提醒一句哈，千万不要盲目的跟风，慢慢变有钱的感觉虽然很好，但是一定要有了知识储备再去理财。所以你们有存钱的习惯吗？我还有点好奇你们存了多少。卡玩意儿，我去，上一次日本电影院瘫痪成这个样子已经是8年前的事儿了。今天是日本电影院迎来这个世界级 IP 大结局的日子，据说首都圈的电影票基本上已经被抢光了，所以我托了我的姐妹儿搞到了一张首日票，在路上实在是太堵了，所以我快迟到了，准备展开我们的 AT 立场。到了之后不要慌，先取个票，取了票之后不要慌，还有时间ホットドッグ1つお願いします。总算可以进去了。然后进去之前还会送一个这个特点，是一张随机的明信片，还好运气比较好，抽到了明日香。然后电影就要开始了，所以我们就不能拍了。我只能说这一次的剧情真的是有点把我看懵了，剧情非常紧凑也很好看，导致这根热狗在我嘴边5分钟了我都没咬下去。就是这个结局嘛，太奇怪了。我看完之后，旁边那个日本人直接来了一句什么玩意儿啊这是。反正再过1年你们就知道了。现在的日本不管是秋叶原还是商场里面，已经都是各种 EV 的联动了。不过现在人实在是太多了，我建议大家还是避一下。好，今天就这样了，我要去抢凌波丽的手办了。卡玩意儿，这2天我在网上看到的这家店据说辣哭了很多日本博主还有明星，我就去查了一下，这家店在高原寺，是个日本年轻人很喜欢去的地方，所以它里面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店。我一个堂堂正正成都人，怎么能不去试一下呢？这个菜单上面分了5个等级，我们就盲选一个天国辣吧。店长还反复跟我们确认了辣度，我说我是四川人，您放心嘞。但实不相瞒，我现在还是有点害怕的。但是店里又有老人在，应该也不会很辣吧？看到师傅已经开始疯狂撒料了，终于上来了，果然地狱不仅有火焰。还有海椒面，这种被火焰烧过的叉烧特别香，表面已经烤得油脆油脆的，因为这个面真的很辣，所以建议搭配一碗米饭。我反正感觉比火鸡面更辣，上面的海带和鸡腿骨也因为被烧过变得很香，再来口厚厚的叉烧真的是太爽。我最近因为吃了太多辣，又熬夜剪片子，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，所以还是不能太放肆。拉面我们点了2碗面加一份铁板生蚝，一共才花了200多块，吃的非常爽。阿基推荐指数8.5分，你们敢来吗？卡玩意儿。最近我发现了一个超级适合求婚的地方。首先在我多年的认知里面，我一直以为富士山只有这么大，直到我去了这个地方，我才知道了什么叫做巨物恐惧症。这个地方从东京出发坐电车到越江4站就可以了，运气好的话还可以碰到火影忍者的主题列车。来感受一下，3、2、1。这条路一直往下走就是富士山底了，所以现在这也成了很多明星和情侣的打卡圣地，而且它不仅很适合拍照，还有很多网红餐厅，是褒义的那个网红哈。拍完照之后一边吃着咖喱一边 P 图，还有比这更爽的事儿吗？店呢是一个日本人开的意式咖喱店，老板说他是一个很喜欢四川的人，虽然自己吃不了辣，但是可以在我们的咖喱里面放很多辣椒。我谢谢你，富士吉田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嘎玩意儿。